是因为对象才来的深圳吗？我来深圳都3年了，3、4年了，大哥，你是才知道我来吗？有没有考虑去带衣服？带什么衣服啊？现在好像全民都在带衣服。全世界都在带衣服，感觉。我觉得会不会容易刮到手？这个不会，这个刮的这个东西吧，它没有那么厉害。这道菜就是这么做的。因为它这个不是刮皮那面，就是固定的，就是它这个头其实就是固定切片用的，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说没有那么锋利。你懂屁呀！香迷糊你，学会做这道菜香迷糊你。哎，加点小米辣，加点葱，多加点香菜，然后我们紧接着加什么呀？加雪碧。
这道菜牛逼，它是加雪碧，家里没有雪碧用雷碧也行啊。加点什么呢？加点醋，别加陈醋，加米醋啊，陈醋色儿不好。再加点什么？再加点盐巴，哎，盐巴。再加点什么？再加点白糖，白砂糖。好，放冰箱里。接下来我们酸菜烩猪肉主角，酸菜。酸菜建议大家就买这个翠花的啊，翠花的还蛮不错。就是吃了这么多家，我觉得这家是没有那种浓重的就是臭味儿，因为有的酸菜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臭，可能它是真正的农家酸菜，因为自己家腌的也臭。酸菜你得洗一洗。下面吃。看还可以做什么？这不用做了，我自己煮个面条吃，我没吃饭。面条我们先把这个配料先弄好。做饭不放点音乐，逼事儿真多。我就说你逼事儿真多，那个叫理由啊，逼事儿真多。你自己戴耳机看呗，孩子，你这真是逼事儿真多。看个直播还得有背景音乐，那你自己戴耳机，你边听边看。
家伙吃黄连，你事儿你真多呢。吃，吃掉，不吃都扔了。30几岁有白头发，20多岁还有死的呢。你这上哪说理去？怎么大千世界你才步入社会吗你？说话那么硬，就这么硬啊！一直说话都这样。这么有才华去做饭，未免有些浪费。那谁给我做呢？我不做饭。黄瓜，对。开始了精心交谈。图图做饭这么有魅力。做饭有魅力，做饭是一个特别原始的一个行为。还要干什么？还要炸个辣椒油。这点油挺坚持。开始的轻轻交谈，别因为平淡渔船移动的晚安，却都就在网上买的，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儿，但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但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吧，都是没买现成的，
都是自己家里做，它有一种自己家里做的那个味儿，挺好。就是夏天啊，来这么一碗。但是我给小大夫吃，小大夫说一般，我觉得还行。它这个表不是它这个菜调啊，很全。冷面怎么煮？冷面首先啊，就教大家，就是如果是你在网上也买就完了，先把它揉开了再煮，要不然你得煮到猴年马月它也煮不开啊！你这是用手搓啊撕，让它煮开了，要不然前面这块啊它都是干的。有些孩子就哎呀，我就看那个网上有些孩子说煮不开。它这个是这样的啊，你必须得搓开的。冷面是最简单的事儿了，它比较省事儿。
不管他是谁，两口子过日子，做饭吃饭，没有人说不做饭。你给不给媳妇做饭的？吃的很香，因为一天没吃饭，再加上天气热，就不愿意点外卖。我这人对大米比较敏感，就他们我订完那个外卖，他们送来，大米有一股五个味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体验啊？就大米稍微有一点点小味儿，我都能吃出来。一个大米，一个这个肉，稍微有一点点味儿，就这样。因为有的大米它商家可能上午没卖完，然后我下午点的外卖，它就会有一个味儿。吃的啥？吃的冷面。小戴我还没下班，他6点下班。他正常是6点下班，但是他还总加班。是因为你不在家，他加班。我不知道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但是不要造谣啊！
他就是加班啊，有新的短视频没有？不是小男友加班，在上班，还没下班。我经常因为他这个破工作，我有的时候会发火。因为我会觉得，一个要赚那点批钱，完了天天他妈加班，搞的就是自己很累。我不懂。还没去这个，在等通知，因为我是考完试了。但录没录取也不知道。还是在家抱着小男友吃。我不懂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啊？不懂你想表达什么意思？这直播间也有好多人，就是你们说什么不懂。小男友那么可爱，直接养吗？你们是觉得我养不起他吗？啊？是他自己非得上的破班，所以我才经常跟他吵架。没有，可能是想要的平衡，他没有平衡啊，你们懂吗？就是因为他上这个破班，所以导致了就是我俩生活不平衡，很多东西受影响，所以我就说这个班就给你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说他上这个班，家里的费用他也负担不起，
所以我也没让他负担这个费用。然后呢，一起出去玩儿，他因为他上这个班累，他也不出去玩儿。那方面生活，因为他上这个班累，也没有及时的，比如说我俩想聊聊天儿，看个电影，哎呀，赶紧睡吧，第二天还有上班呢。就你这个班的意义是什么？你能懂不？就是如果说你上这个班 OK， 你能权衡的好，你就是能平衡的好。比如说，哎，周末了，咱们就是可以就出去旅个游啊，出去旅个游，或者说怎么呢？就是可以出去聚一聚，哎，对吧？这都可以。那干脆不上了，你想，这不是废话吗？直播间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啊，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可能就是你不太懂我和小大夫的生活，就是可能你现实当中你没有男朋友养你，但他有啊，他有。就你说的那种话吧，就是你别羡慕别人，他有。对啊，就是有那种情况。如果你这个班很轻松，啊，说的明确一点，我他妈还说的还不够明确啊！我他妈应该怎么说的明确？死活就在那块犟，他就是不辞。对，是这样。这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上这个班，你要说你赚的很多，啊，你为家里奉献很多，可以，你真的就赚很多，你为这个家做的贡献就很大，然后就是哪怕说影响到两个人的交流了，可以啊，那你就上嘛，因为你这个事儿是有利的。但是他这个班是又他妈不赚钱，又天天把自己累得要死，很多事情他不去做，比如说就是健身这个事儿，我天天在家健身，因为我有时间。他呢，因为他上一天班他累，所以他就不健身。他经常会看我自己在那健身，但是他又想跟我一起健身，然后他又不懒，就导致了就是他身材越来越差，我身材越来越好，俩人就是两个方向，能懂不？就是这种感觉吧，你就是他都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当然养着他呀，我可以养着他呀，我都跟他说无数遍了，我养着他。90后迷茫惯什么，开导一下就好了。就那个小青蛙呀，那小青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90后。90后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我说什么他听不懂，你也有这种情况啊。这不是开导，这是听不懂。哎，我现在直播说的很多东西，这个小青蛙，我不知道你是90后还是00后，你就是完全你听不懂我在表达什么，所以你就说什么吧，他就 get 不到啊，能明白吗？有的时候必须你得发火，他看你生气了啊，他才就是能理解。
我比较强势一点，我比较强势一点，正常一点是什么意思啊？哪里正常？哪里正常一点？你说哪件事情正常一点？还有正常，告诉我。啊？怎么不说话了？在交流啊，别害怕。就你说的这句话跟我的事儿有什么关联吗？就是我想表达的跟你表达的不是一件事儿，孩子。就你要是衡量一件事儿，我的理解是什么？他之所以不辞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他不喜欢突破，是他不敢去变化。你知道，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在生活里吧，习惯了一种生活状态，然后呢，面对一些选择的时候，他选择最保守的生活状态，但这个保守的生活状态吧，不上进，这能明白吗？有些控制欲，不是我有控制欲，是这个事儿。孩子们，你们在说什么呢？这个事儿不是说我有控制欲，我是说现在已经发生问题了，只要让它更好。不是，那我跟你，我就这么说，孩子们，你们自己用你们的脚后跟，你们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带领你突破你现在的生活，他要是你的爱人，他又能帮你度过这个过渡期，而且你的爱人会越来越好，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好？还是说我觉得说我适应我现在的这个阶段，现在这个阶段和你的爱人的阶段呢就会越来越远，能明白吧？我就很多时候吧，我跟直播间的人吧也是说不明白大家听故事呢带着一种批判性去听的，听完故事急切的就指出说他是对的，他是错的，没有让你分辨对错，是让你听这个事儿，对这个事情你怎么理解，不是让你批判，能明白吗？就你们看电视一定会有好人和坏人，但是有很多电视剧呢，它没有好人，没有坏人，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它是人生一个选择，能明白吗？你的世界里除了好人和坏人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那个灰色人，能懂不？哎呀妈，一天在直播间里我都能上火。你给他讲俩人感情的事儿，你错了，你对了，你的好，你的坏。我的世界都是穷人。你管说你们生活突破不了，因为你们看到只是 AB。机场的那个候车那个停车场，它也有夹人夹层，对吧？理解太粗俗了
就有很多人，他10年如一日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思想禁锢他。这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北京吗？这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北京吗？我这次去北京，我去一个学校，去面试，然后我被一群老师就是面试嘛，那个感觉我非常不喜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你在一个舒适圈里，就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是一个老板，我是导演，我是网红，我甚至就是某些大佬的偶像。但我去学校里边，我就是个学生，而且我是求学生、求学者。他们会面试，面试很大几率是过不了的，所以老师都是那种板着个臭脸。你求我来上我的学校，所以老师不会给你好脸的。但你知道，就是我表面上我说，这帮人真。就是用那个北京话真操性，就真装啊，就是，但是你知道我心里我还是想去上学，为什么呀？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能力就是到了一个平的一个阶段，我知道我现在剩了多少钱，我知道我未来已经有一点点空白了，哪怕我再不适应，我都要去突破。对，要打新的 BOSS 了。对，就是你现在如果说你现在就是以我的现阶段的维系的生活的话，比一般人好得多，就是比我现在起码比那些公司高，我差不多薪资差不多，不是，就是我能创造的价值大概就是跟公司高管差不多，那可能已经是一般大学生毕业然后奋斗就是4、5年、5、6年之后的一个状态了。但我不能满足这个状态，为什么呀？因为我也年纪不小了，而且就是这个阶段我已经维系了几年了，所以我必须得突破这个阶段。你要说我现在维持现状的话，可以维系，但现阶段的情况下是我不想维系了，我想突破自己，能明白吧？那我必须得去低着头，然后去面个试，然后在那里块就是放弃所有自己之前的生活，到那边我得租房子，我得装孙子，我得交学费，这样我才能就是到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下一个阶段，无论是好与坏，我保证不了，但是我必须得去变化，能懂不？就比如说，孩子们，为什么你每次你公司里到最后他都不给你晋升呢？为什么？因为他习惯了，你也习惯了，所以就是如果说你跳个槽，你下工资就上去了，因为你跳槽了之后，你可以就胡编乱造，你可以把那个简历写得很漂亮，而且没有人知道你过去，你到那儿你可以一个崭新的一个面目，一个面貌。
崭新的一个面貌。所以看你怎么理解。要不然锅差点多。有点吵杂，有点吵杂，出去，因为在做饭，怕吵到你，你出去吧。对，就是有些孩子吧，你就体会不到那种感觉，就是你不去变化，你的思想不变化，你的生活不会有变化，谁也改变不了你，除了你的思想，你的觉悟啊，你对人生的理解，你到了哪个阶段。我经常会听到有20多岁的小孩跟我说你啊，他想过一个平淡安稳的生活。你20多岁平淡，你40多岁你去死啊！能明白吗？就是你20多岁，你突然跟我说你想平淡的话，我就觉得一没出息，2是这种人远离，他会感染你。能懂吧，孩子们？我这个观点能懂不？如果说你就是一个想求安稳的人，你40、50岁你求安稳没问题，你20多岁你求安稳，你是不是有点毛病？20多岁求安稳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没有责任心的人。什么意思呢？你20多岁的时候，你父母养着你，你也不用养别人。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说我想求安稳，但是我就说你没责任心。为什么没责任心？因为你不想养别人，你不知道你在这个社会里边你还是个公民啊，你对这个国家你没有贡献，你对你自己没有追求，可能是富二代。他妈现在哪有一个十足的富二代啊？什么叫富二代啊？孩子啊，有的人说那个什么，有的人说那个也可能是富二代。你能保证你妈天天有钱啊？你保证你爸天天是那个王什么林啊？那万达都倒了多少家了？你能保证这个事儿吗？富二代我觉得是最蠢的一个名词。我身边有好多所谓的富二代。富二代是什么？他妈给他钱他就有钱，他妈不给他钱他就是一个在家待的一个小 baby。他满脑子都在想他怎么靠那个拿他妈的钱啊，这就是富二代。你富二代有什么牛逼的吗？富二代，你想想你车是谁的？如果说今天你爸要用这辆车，你是不是没车了？啊？你爸说今天我们要用车，你这个车你别开了，你是不是就没车了？这不叫啃老，这叫什么？就是他有的东西只能是他爸给他的，他爸要不给他就没有，这不叫啃老。啃老就是你能持续的啃，这个是他爸不给他啃，他就不啃了，他啃不了，能明白不？啊，富二代家庭肯定不止一辆车，你就说那屁话，谁说富二代家里就只有一辆车呀？啊，我没说这个观点啊，孩子啊，就是你听话，你要听得懂人话。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一辆车它只是一个代表啊，就比如说你爸。你今天你要求你同学去你家那个就是周边的那个就是郊区的大别墅去玩去了，结果你爸说今天这个郊区这个大别墅要卖出去，你别带别人来，好，那你就落空了。
哎，你落空了，哎，就是你就不能带同学去了，你得人家同学就说，哎，怎么约好的不能带去，那就不去了，就怎么着啊，就是这样啊，你就没面子，这就是富二代。富二代的意思就是他得听他爸妈的，就是很多事情不能做主。但是如果说这个别墅是你自己的，你想带谁带谁，你不想带就不带，你想带谁就带谁。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是你爸妈的，你就得听他的，对不对？是这么个事儿。网红挣够了躺平，网红挣够了躺平，我不知道你所谓的挣够了是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你挣够了是什么意思，但在我的眼里就是没有够这件事儿啊，因为你能力上去了，你钱上去了，你的消费自然上去了。有的人说，那我如果说有个100万我就躺平，100万你能在深圳买个厕所吗？对吧？因为你有了100万，你的消费水平也上去了，所以这钱永远是不够的。你要说你够了，我只能说就是你在你的眼界里边你够了。你要说你满足了 ，OK， 那你就是你在你的心里满足了。但是你知道这个人心它是在变的，能懂不？什么网红挣够了躺平了，他只是躺平了，但是他躺下还在赚钱，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因为他要维系他的生活开销。哎，你看着他躺平了，他退网了，其实他是被包了，能明白不？你不要就觉得说，哎，他突然消失了，他退网了，啊，那屁嘞！就永远你看不到那面啊。就很多人跟我说一些观点，好，你一说你的观点，我就大概知道你处于人生的一个阶段，啊。他躺平可能是开公司了，躺平不叫开公司，开公司不叫躺平，能明白吧？开公司那不叫躺平，你要说躺平就是躺平，躺平是躺平，开公司是开公司，他俩不是一回事儿。你要说躺平是开公司，那他这个公司可能是色情行业，啊，他躺下了开个公司，他的公司就需要所有人都躺下，啊，那你就不对了，这个是国家不允许的，能明白吧？哎，躺平是我什么都不干了，我天天出去玩，这叫躺平。啊，开公司那是遭罪去了。你们以为开公司是一件好事吗？你们以为当老板是一件好事吗？当老板开公司，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儿。你们看到的就是说，哎，他天天开着好车怎么样？那当老板什么风险你不得承担？啊，法律风险，对不对？还有你的那个金融风险，对不对？躺平还算可，所以有些人他都不知道躺平是什么意思，他跟我拽词，他叫躺平，啊，有些人你跟他沟通，他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啊，现在打工人的存款比老板多，没错，啊，是的，没错，有很多打工族，你就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深圳认识的一个高管，他是 vivo 的高管。一个月赚2-3万，挺好的。人家没断过工资，人天天赚每个月都稳定的赚2-3万。老板，你能拍着胸脯说我每个月，流水特别稳定吗？不可能。什么叫老板？啊，你都不知道老板是干什么的，你天天羡慕老板，你有点蠢。啊，现阶段老板多啥呀？那要你们这么说，那天天老板这么好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当学生啊？啊，老板这么好，我为什么要去当学生？我天天我在这块就是期盼着人家那个录取的消息，我为什么呀？啊。就很多人就说，那个主播为什么不跟那个
粉丝互动呢，这主播很高。为什么高？是因为有很多的粉丝你沟通不了，他处于人生的一个这个阶段，这个不能说 low 不 low， 因为他在这个阶段，你在这个阶段，你必须你得低下头弯下腰跟他去就是交流。但很多人就是因为你在这个阶段，你就没有时间低下头，你更多的是你得往上走。每个人不一样的谁多久毕业，谁1年就是不是说谁 low 谁不 low， 是人家有没有必要就低下头或者说弯下腰跟你说因为很多人你沟通了，你跟他沟通不了，你发现他不懂，那你不懂，你花时间去沟通有什么意义吗？或者说就是你花时间沟通了，才发现他不懂，那你不是浪费时间吗？孩子。吃了个大冷面，等小大夫回来给他做一碗。有很多世界吧，就是你都没有，你就没有见过世界世界是什么天天羡慕人富二代，就如果说一个人处于一个羡慕富二代的一个阶段，我真心就觉得说你好像有点蠢你好像有点蠢，你居然羡慕富二代，你羡慕一下就是你身边的那个富一代，或者说你追赶一下你成为富一代，天天羡慕富二代那有些孩子为什么天天被家里逼得那么严呢？为什么他要天天结婚生孩子呀？因为他家里给他付出了那么多，他家里有钱，他家里是他爹妈说了算，他没有自主权，因为他一直在花他爹妈的钱，所以你的人生你就受他们管制是不是这么道理？你天天你吃你爹的，花你爹的，然后你结婚你不结，他想让你生孙子你不生你这个时候你告诉你是个同性恋，我要追求自己的生活，我这么多年我受够你们了，你是不是有点自私？那家里养了你这么多年你要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你想追求自己的生活呢？能明白不？有多少人能听懂我这句话？就是你从小你爹妈天天给你吃给你喝，给你良好的教育，完了你毕业了以后你要追求自己的人生了，你自私的告诉他们说不用你们管，那给你钱的时候你怎么说不要，我不用你们管，是不是这么道理就我就说有的孩子吧，就自私，而且自私的不自觉，就他不知道自己自私你想想你现在拥有的东西是不是都是你爹妈给的如果是的话，尊重他们的思想，尽量满足他们的这个掌控欲，因为你现在你说你想独立起来，你早干啥了是不是这么道理所以就做孩子吧，也不能太自私，你可以有独立的生活，那你得自己去争取最简单的方式，你从现在每个月给家里钱，你把这几年的教育的钱还给他们，这个时候你爹妈会感动。你先不告诉他们你想干什么，你就这些年你努力挣钱，然后把他们养育的钱，就是那个教育的钱，咱们不说养育之恩，教育的钱先给人还上。这些年我花了多少钱，我大概心里有数，然后每个月看工资我给他们转过去。你先不告诉他们想干嘛，然后爹妈收到了你的钱，爹妈会非常的感动。
非常的欣慰，因为孩子给自己的钱，孩子懂事儿了啊，他会非常的感动。你连着给了9年义务教育，9年义务教育，然后再加上4年，你给12年，你把这12年的这个教育的钱你给完啊，你给完，不是12年，15年吧，15年吧，上学，6年、9年哎呀，6年、9年、12年、16年啊，16年，16年啊，16年、18年，你们不一样啊。对，就你把这18年，你先把这个钱给父母，你给完了，父母懵了。哎，我家孩子真他妈独立，真懂事儿啊！这孩子就是，哎呀，把自己生活照顾的井井有条，把家里照顾的特别牛逼啊！你特别牛逼，这个时候，父母懒得管你，为什么？因为你能把自己照顾的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父母特别欣慰啊！你这个时候你再说我独立啊，对不起呀、这些年一直没跟你们说啊，再见了妈妈，我要去绿远航了。咱们就是说什么呀？你也别管我，我也不管你啊。你背着我爸在那个就是那个广场上跟别的老头跳舞的事儿，我也不告诉我爸。哎，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咱们就是什么呀？我要去追求我自己的幸福了。哎，你别管了。哎，这个时候你爹妈你不会管你的，为什么？因为你这16年你把他们照顾得非常好，他们也会非常的信任你，家里的大事小情以你说了算啊，因为你独立了呀啊，而且他们习惯性听你的了。为什么你现在就是骨子里他们就会觉得说你要听我的？父母为什么觉得你要听我的？因为他们觉得你是小朋友啊，你是小朋友啊，这么多年你连自己吃喝你都成问题，你追求什么生活啊？你还想独立？我看你属实你有点翅膀硬了，对吧？你就有这种情况。所以说你看清事情的根本啊，不要在那块就是说，哎呀，就是非常家里非常强势，不理解怎么样啊？你自己咋回事？你自己不信，门儿清，对吧？天天怪父母就是强势，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你自己明白了，你就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怎么解决了。这个逻辑好奇怪，哪里奇怪？孩子哪里奇怪？来，那个来，哪里奇怪？真不一定，我不花我父母的钱，照样催婚，他们是怕邻居异样的眼光。这个奥斯德吗？还是奥斯德啊？我英文就有限啊，我就说这个我不花家里钱，我照样被催婚。你能不能听懂我说的话？我说的是中国话，我说的是人话我不花家里钱，照样被催婚。那你把欠的钱你补上了吗？父母给你花的钱你补上了吗？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你补上了吗？我就问一下，
能不能听懂人话？就是有些人就是过年了不回家吗？只要单身就会被问，你能不能进我直播间听完我说的观点，你再去反驳？有些人上来他们进来就是啊，听到最后一句话就是啊，他说的不对，请问你在我直播间几秒钟啊？你就在这块叭叭啊？我说的观点是这个观点吗？我到这个世界也不是我选择，那好，那你去死啊！你去死啊！这个世界虽然说来不是你选的，那死是不是你自己能选啊？所以公平，对吧？他来这个世界不是你选的，哎呀，那你这么抱怨的话，那你飞上天去吧，你当神，你这尬的，这你也能抱怨上孩子？你是反人类反社会了，你有点儿。你来这个社会不是你选的，你爹妈也后悔呢。你说的是人话，你生而为人，你对你父母说的是这个话啊？你父母要知道你说这屁话，你赶紧的，你父母赶紧再生一个趁年轻赶紧再造一个。你这个思维，你真的，你赶紧脱粉啊！你赶紧脱粉，你赶紧就是取消关注，你把我拉黑。我觉得你这个心理你有点就是极端你有点极端。那小草突然被你踩了一脚，小草愿意吗？谁带小草来的呀？小草要担心一下，就是说我下一辈子是不是还是个草？谁有选择的权利啊？那世间万物谁能选择？造物主能选择，但咱也不知道有没有造物主。你是个生物，你现在已经有人类的这个思维和智商思考就可以了，你别转死脑筋钻牛角尖儿。还他妈我活到这么岁数，我也没有想让我活着呀你咋寻思说出口的呀你？我告诉你，你父母只想要个孩子，你记住了，你父母只想要个孩子，他不想要个同性恋他也不想选你，他想要个异性恋，把你掐死重新生一个是吗？我的观点是什么？既然你来到这个家，他们也没嫌弃你，别矫情能明白不？父母也没嫌弃过你，那人家孩子他妈都上大学，都牛逼，怎么这个身高体重特别均衡，8块腹肌长腿什么黑袜，人家孩子就会打扮。你瞅你，人家没嫌弃过你，你还嫌弃家里，多可笑人家生一个干干净净的一个小孩得了，是不是你这个思维我就觉得就很极端。这个不是，就你像你这种思维我没嫌弃他们，不想被催婚，你不想被催婚行，孩子你不想被催婚行他们首先不知道你是个同性恋，是不是？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你没嫌弃他们，是不是？你不想被他们催婚，你承认你是同性恋，他们就不催了图图有点像那个老妈妈，你妈嗓子眼这么粗那个潘达，你可以管我叫妈你妈胡子也白了吗？来，那个潘达，你妈也是嗓子这么粗是不是？照样催，你说呀，你跟你家出柜呀
你把钱还给他们，这些年的养育之恩，啊，你还给他们，我就不相信他还能催你，啊，你跟你妈说过，不可能，你钱还了吗？啊，你钱还没还？见人就怼模糊式开始，他妈，他说我像他妈，我正常问候一下他妈，这有错吗？啊，直播就是什么？直播就是什么？你骂主播，主播不能骂你。再说了，他没骂我，我也没骂他，我俩就是在互相交流啊，这叫怼人模式啊。是不是有一些观众太玻璃心了？他说我像老妈妈，我说你妈也长胡子吗？这不就是回敬吗？这就是一个沟通，这是一个桥梁，啊，这是一个就自然而然的衔接，怎么算怼人呢？啊？我出柜之后，我爸妈已经我再给大家重申一下我的观点，就有些人吧，他听不懂我的观点啊，我给大家重申一下我的观点，就比如说孩子们是否还在为催婚不敢出柜烦恼呢？我给大家说观点啊，我实际的一个证明者，我现在家里都知道我所有的事儿，包括我现在直播，我妈估计也在看。好，我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想告诉大家一点是什么啊？首先，我非常不赞同有一些家的小孩儿他特别自私。为什么特别自私呢？孩子出生之后，父母教育、生活开销了将近16年，现在你20刚出头，你觉得你已经能自己的有自己的生活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告诉家里说，妈妈，真不好意思，我现在已经成年了，你无权 say no， 无权干扰我的生活，我有我自己的选择，你上一边去啊。这个时候你构成了一个什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呢？就是你有点他妈傻逼你有点缺心眼儿。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观点。从你出生之后，现在生个孩子多少钱？来，2000、2万现在生个孩子2万块钱，你那个年代可能2000，或者说你妈妈可能就是找邻居接生的可能不花钱。这个过程你吃花了多少钱？你孕期你补了多少营养品包括孩子，你这么从小到大你买衣服花多少钱你断奶之后你清凉你吃了多少钱？包括你上幼儿园说这段时间买的那个早教的多少钱包括那个什么婴儿车多少钱包括你上了幼儿园，你每个月你要交幼儿园多少钱学费多少钱？上小学了每天订的豆奶多少钱？校服多少钱？红领巾，包括咱们这个那个就是暑假的作业本开学咱们给老师送了点小礼物你这些东西你从小到大你花了多少钱？我就保守估计20万有了。好，你从小到大你上的大学，你从小到大你大概花了20万，咱们就记一个数字20万。20万，你在说你独立的时候，你首先你得把这个20万还给父母，因为你花了这笔钱，你要花完了，好，父母拿到这20万，他不会就是觉得说你不要说那个20万我给你买断了，咱俩以后不要再联系了，你这么说你还是250，你就每个月给他钱你一个月你一个月给他1万块钱你将近2年多，你把这个20万你还完。每当你父母说到这1万块钱，都会懵了，他为什么给我钱他是不是偷了？他是不是犯罪了？不是，你告诉妈妈，我已经能赚钱了，这是孝敬你的，妈妈请接住。然后你妈妈接住，
满脸泪水的接住你这1万块钱，就这么的接了2年的时间。接了2年的时间，妈妈已经非常的感动了，老妈妈已经老眼快那个哭瞎了，但是她依然很感动。她逢人就说：“哎呀妈，我家孩子每个月赚1万2，给我1万块钱，自己在家啃方便面。这孩子懂事儿啊！哎呀妈，家里都盖了2层小楼了啊，多牛逼！你家里就特别兴奋，特别开心，到处显摆。你妈妈肯定是特别显摆。”到处说我家孩子，哎呀，两层小楼，哎，都是那个我儿子给我盖的，哎，现在给了20多万了。这个时候你再找到你妈妈，妈妈呀，妈妈，我的好妈妈，妈妈，我今天跟你说个事儿，你别难过，你别悲伤。我呀，与众不同，我有点难以启齿。我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跟你们说我处了个女朋友，其实我对象是个男孩。老头子，快把那个心脏病药给我拿回来，我受不了了他肯定是特别难受。这个时候妈妈再沉淀一点，妈妈会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孩子，妈妈今天才知道你背负了多少。这段时间你把家里照顾成这样，我跟你爸也想好了，咱们都听你的，因为你有这个能力你把自己生活照顾得很好，你把我们照顾得很好，我们相信你追求自己的真爱吧，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意向，对不对？还有一种是什么？死孩子，我当时就应该要一个弟弟。你瞅你我就说你不太正常，你走路你内八字，你说你这个2层小楼，你说盖的还是个粉色的，我这个老脸得。我也不给你吵吵了，因为我这外边都说出去了。我说我孩子多懂事，这可倒好，一个闷雷。你走吧，我不想看到你。对，就有这种情况。从此你家里不管你了，但是你家里肯定就觉得说，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他能照顾好自己了。完了，他还不会跟别人吐槽，他不会跟老姊妹在那块吐槽说，我儿子是个 gay， 我儿子是个零他不会这么吐槽，因为他把那个就是那种大话都已经说出去了，他吹牛逼已经吹出去了，所以家里一定会维护你。这个时候你心里也坦坦荡荡，你每个月继续给家里钱，他们不要你就给他寄，不要我就给他买。对不对？臭宝，吃过了。我可以给你煮面，你要吃这个面吗？那你要吃饭吗？没有。那你想干嘛？我已经吃饱了，吃饱。我吃饱了给你做的菜啊。放着。不饿。或者这样的话。所以我想表达的什么呀？就你先把你自己做好。我要那个白灯。你先把你自己的事儿你做到了，父母想做什么事儿，那是他们的事儿。你首先你问心无愧，你不要你上来你就弄这个大个的，你躺下了吗？我看你就是个 T， 你不要这样你追求那些东西，你是不是有点你没有天理？是不是？做人讲良心。现在的孩子没有责任心，没有责任感你要稍微有点责任感，你都会寻思，哎呀，我这么多年爹妈给我付出了这么多，我是稍微有一点点愧疚的。
啊，我有一点点愧疚。啊，再说什么？你进来你就先听，你不要在那块问。啊，赚不了那么多怎么办？赚不了那么多，等你赚完了，你再去，哎，你再去什么呀？你再去出柜，你再去追求自己的人生。你不能说你没钱，完了你要追求自己的人生，你拿屁追求？啊，人家父母跟你断绝关系，你在街边要饭的，人家都会踢你两脚，滚一边去要。对，他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你首先你得把自己照顾得非常好。敢呢？啊，你得把自己照顾得非常好。你没钱，你追求自己的人生，你干屁呢？天天，我觉得有一些孩子啊，就是有一些非常这个幼稚的思维，就是说啊，没钱我们也可以追求爱情。孩子，你追求爱情，我就想问一下，什么是爱情？爱情就是想跟他在一起，想跟他在一起，你俩就在大道上站着。啊，爱情就是你想见他，他想见你，然后那个走着去那个镇里，然后在镇里的那个卖猪肉铺旁边，就是哎俩人说说话，这就叫爱情，是吗？这叫爱情吗？你以为你拍《山楂树之恋》呢？啊，你以为你是周冬雨？那是爱情吗？现在的爱情是什么呀？现在的爱情是什么？现在的爱情就是说，哎，我想见你，但是我没钱。好，宝贝，我给你出那个高铁票，你来找我吧。好啊，那咱们下了高铁去哪儿呢？哎呀，我现在没租房子，咱们先去酒店吧。我去酒店我没钱，我有啊。那我们去什么酒店呢？如家、7天，或者维也纳。哎，你这都得花钱，对不对？你都得花钱。那人说来了，哎，没有水怎么办？免费那个这种低档的这种小酒店，它也不配水呀，买瓶水去吧。啊，买瓶水之后，万一你俩在过程当中把床单子给弄脏了，你是不是得赔酒店钱？200块钱谁付？哎，你是不是又得付钱？付完钱了以后他走了，你是不是得给他出个车票钱？他这个时候想跟你报平安，然后发现手机没费了，你是不是得给他充50？这不是现实吗，孩子？你们告诉我，这是不是现实？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发生的事儿啊？啊？是不是这么道理？还跟我说什么没钱我们也要追求爱情？年代不一样。努力赚钱啊，努力赚钱。没少约啊，是啊，没少约。有人约你吗？那个柳哲浩，你生活当中没有人喜欢你吧？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吗？应该没有人见你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谢谢五哥。哎呀妈，五哥这是自己的跑车还是送我的呀？哎呀妈，哎呀妈，五哥来了，快感谢五哥。妈，五哥你认识五哥吗？谁呀？幻听哥哥。没见过。什么哥哥？幻听哥哥。不知道。咱们就简单的一个道理嘛，我就说，哎呀，有些孩子就是，你就是有些孩子吧，就是没有责任心。你这稍微有点责任心，你都知道谈恋爱不是那个，就是你光有钱就行，不是你光有爱就行，他是得有钱的，能明白不？
你就比如说你兜里你就剩10块钱了，完了你男朋友就非得想喝一个蜜雪冰城，但是呢，等会儿我还要跟他吃一顿晚饭，那这蜜雪冰城你要有，晚饭你也要有，你不能说你在那个晚饭里边那个，对吧？你去要一顿，你不可能，就是你得权衡这个事儿。那这个时候你就得是什么？你就得去借，或者说你自己去赚。等一会儿，老婆你在这等一会儿，我现在去街边我去卖场啊，你就是把这个钱赚过来，这是爱情啊。那么多主播啊，那么多主播啊，他们在被你发现之前，他们不都是主播吗？那主播是一个工作，那我们看着喜欢主播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给刷点啊！我直播间里就有2位大哥给主播刷，一个叫蓝胖子，一个叫五哥。这俩人一看到主播，哎呀妈，那咔咔刷呀，是不是这么道理？这有些人说给主播刷钱，这是爱情吗？这是爱情啊！因为我们不想让他打 PK 的时候在那块喊家人们就差2票了，家人们在加油！我这局真的不想输，家人们，哎，家人们大哥们赶紧的，就是这是爱情，这真的是爱情啊！因为你不想看到他那种就是求爷爷告奶奶那种那个状态。谢谢五哥，哎呀妈，五哥。一句晚安，晚安，这是神经病。谢谢五哥啊！你看我跟五哥吧，他没有想睡我，但是你看呢，我俩现实当中是好朋友啊。他想睡的是我身边的另外一个朋友。咱们就简单的一个道理啊，不想。啊，我没说是陈队啊，啊，我没说是陈队呀，你干嘛？就我就说，就是有些孩子就是咱们就是，谈恋爱也好，啊，做人做事也好，跟父母的沟通，我觉得就是要清晰的明白。就是你值多少钱，就是你我不是说你在父母那儿你值多少钱，是你脱离了父母你值多少钱。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工作啊，良好的工作啊，比如说你像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在，就是赚2万块钱以上，2-3万以上，那人就能很好的照顾自己的生活。你如果说你赚3000块钱，然后这个时候你脱离了父母，包括你就是没有什么自信，没有什么自身的价值，就是你做的每一个决定，我觉得你都是要考虑后果的啊。因为你做的所有决定，你得去为他去买单，你得有能力去就承担这个后果结果。谢谢五哥。妈，今天能吃顿好的呀！媳妇儿，等会儿别在家吃了，咱们出去吃。咱们去吃日料。哎呀妈呀，挺好。现在是7800的音浪，是能换300多。吃个旋转寿司了啊！日料够了。日料其实我们这边人均消费是1000，哎呀，但是我觉得五哥也不会给我刷了。而且就是你知道我这次去北京，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北京啊，其实大家过得都不好。北京比深圳还难，就是我明显感觉到北京往日的那种喧嚣那种繁华没有了。我3年前去北京，就是
感觉商场里呢乌泱乌泱的人，然后包括街边乌泱乌泱的人，现在少了好多，也不能说就是特别萧条，但是少了好多。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应该大家都很消沉，但不是，北京还是有那种就是奋斗的那个阶段，就是很多没打车的朋友，他就在骑自行车，他在奔波，然后那个奔波的那个脚步从来也没有就是说停止，就是我会觉得深圳，我觉得深圳啊，就是晚上还能看出那种特别喧嚣那种大城市的那种感觉，但北京没有了啊，北京没有，但是北京大家还是很努力的在生活。就比如说，我去考试的时候，然后那几个考生，我都觉得他们还是为了追求一个上学的机会，都很拼，很努力，很拼。就从他们谈话当中啊，哎呀，所以我觉得北京它不适合生活，还是适合奋斗的。而且就是相对这个节骨眼儿去北京挺冒险的，但我觉得北京做自媒体行业还是非常值得的啊。吃个吉野家得了，吉野家现在不也得20多吗？吉野家便宜吗？吉野家20多吧，吉野家挺贵的呀。我们去面试，我给大家讲讲我去面试的一个有趣的事儿啊。我们去面试，然后呢，10多个学员一起面，然后有10多个老师面对面，就像一个长条桌一样。然后呢，老师坐在长条桌那边，我们坐在那个板凳的这边。我们面对面都会有一个老师，但是那帮老师不是1对1的问，他是一个老师问很多人。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考试是什么？我们第一个考试就是看一个影片，让我们去看完这个影片去分析这个影片你看完什么感受因为它是讲的一个泰国的一个东西，泰国的一个广告，它字幕滚得太快了，我就没看懂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第一题我答的就不是特别好，我就说大概的就是用了什么，就是这个拍的这个手法还挺常见的，是泰国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说就是反转嘛。因为泰国的广告大家都看过，就是雷人神广告，就转折一下。然后第一个问题我其实回答不好，第二个问题就是对，第二个问题它其实就也是一个案例。这个是什么案例呢？就是某某奶茶在读书日的时候联合某某出版社出了一款奶茶，这个奶茶呢是由鲁迅先生为代表，然后呢还出了一些以鲁迅先生的形象出的一些小册子，一些小周边，然后呢就是宣扬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鲁迅先生不是抽烟嘛，就是我不抽烟了，我改喝茶了，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案例，让我们去分析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大家怎么去看？我现在就问大家一下啊，来，我就问大家一下，就是如果说一个奶茶跟鲁迅先生然后联名，然后呢就是说那个奶茶包装上都是鲁迅先生，然后出了一些鲁迅先生的一个小册子或者小周边，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就是在读书日的时候出的。你们看到这个奶茶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说你们觉得这个事件怎么样？来，我想听听你们的观点。就是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就是读书日的时候，某奶茶店和一个出版社联合的就是推出了一款新的奶茶，然后呢就是鼓励大家就是
读书，然后就是出了一个就是鲁迅先生的一个包装的一个奶茶，上面写的是就是什么，就大概是什么新青年什么什么什么老烟枪新青年啊，就是以这么的一个什么像，就是出了一款新奶茶，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啊？喝了高考能加分吗？我要把你删了，是不是直播间里能清静一点吗？我要把你删了，那个是不是那个什么，是不是能清静一点？奇奇怪怪啊，还有没有？先打卡，还有没有？就是你说说它好与坏嘛，就是大家会就是如果说你们看到这个这个想法，你们会觉得好不好？就是咱们现在就不是说好不好卖，咱们就说好不好啊？这个事儿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说说你们的观点。没多大关联啊不好，为什么不好？就是觉得说这个想法好的，你说说为什么好？说是不好的，为什么不好？新颖啊，来，还有没有？很突兀，就是你们说是好与不好，就这是就是我们去考试的一个考题啊，你们觉得好不好？好，现在不是品牌都做不好，还有没有好或不好？给我一个理由，就是你说好在哪儿，不好的点在哪儿感觉是在拿先烈们消费，还有没有？不好啊，消费文化人，还有没有？觉得好的，你们说这哪儿好现在都说不好都说不好，不好好，说不好的，有没有觉得好的？好的，然后咱们说说理由。为什么不好？别人能赚到钱就是好。还有没有发言的？有发言的我就等等。没有了是不是？没有了，我要公布答案了啊！没有，我要公布答案了。好，冲击够大。好词不达意，文化的传承。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在思考，挺好的一件事就是你们说的，其实挺准的好和不好，你们说的都很准我要公布答案了我要公布答案了这个事儿呢，我回答的是不好我回答的是不好，因为我是这道题有10多个学员在回答，我回答的是不好，他们都说好，我说不好。我说为什么不好呢？因为我跟你们想法是一样谁能代表鲁迅去接这个代言谁能代表？他跟谁打招呼了鲁迅先生是谁呀？是文人。就你们说的他有点消费了营销了这个营销他做的非常的不合规矩。就是我们说你做广告也好，你是不是得有你自己的道德底线你就想你再想赚钱，你是不是得有这个道德底线？我回答的是这个观点，我说不好。后来因为我回答了不好，大家都说不好了都说不好了。后来就是老师也没给标准的答案，但是我后来看了，因为他这个是真实的案例，是真的有这件事情。这个
这个奶茶在上了没多久就下架了，因为网友都在抨击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标准的答案没有，但是冥想倾向于不好啊。就是你做营销，你有想法，你有构思，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但是作为一个导演，你首先你要考虑这一点，就是什么？就这个事儿，利是不是大于弊，或者说这个事儿是不是触犯了道德底线啊？这是我们这次考题就是可能会涉及到的一点啊。你跟杜书日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唯独好的一点就是，因为鲁迅先生他是抽烟的，然后呢，他不抽烟了，他不拿烟斗了啊，他不拿那个烟了，他拿的是奶茶啊，呼吁大家就是说戒烟啊，老烟枪，对，就是这样。唯独这点宣传的比较好，但是你要说拿这个事儿去做这样的一个营销，非常的不好啊。所以说我们这次考题是这样，你们就说导演就是导演的一个入学考试考这种事儿啊，只要不违法就是正常正确的，只要不违法就是正确的。那我觉得你这个人你活得挺失败的。那个骑着蜗牛追导弹我觉得你这个人活得非常的失败。失败的一点是因为你没有道德你眼里是有法律，但是你这种人吧，你既然能说出这种话，就是你会卡在那个法律的那个角落里边一跨过去就违法了，不跨过去就不违法我觉得你这个人心态有问题，你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人所以大家就是碰到这种人，就是说只要不违法就是正确的，远离这种人，因为他道德层面他没有这个是很危险的。我们说做人做事一定要有道德，你要知道人情世故，你要知道你的你做人要有三观有底线而且我们的底线是不低于道德底线这回能明白吗？你做人做事你起码你不能低了道德底线，不是法律底线我违法去做辅导班可以吗？就我觉得这什么样人就卡在那个就是法律的那个边角呢？那就是你不道德，对，你不道德你才会卡着这个事儿。我们说就是，如果说你要知道道德这件事情，你就不会说是什么就不要活得那么自私。我还是那句话，你在这个社会里边，你是有社会角色的，你是个儿子，是个孙子，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外甥，是个侄子，你是一个爷爷，是一个奶奶，不是奶奶不行这是个爷爷，是个爸爸你都会有你自己的角色你都是会有自己的角色的你难道因为你不触犯法律，然后你就不在乎你的责任了吗？对不对？你是不是还是个人？你是个公民，对不对？不能给国家抹黑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儿，对不对？我违反行政法补课，让考生考上重点大学，这样可以吗？没有说可不可以这个事儿吧，我在跟大家说这个观点的时候，不是说告诉大家说我说的一定是对的，或者说某一件事情它一定是对的。我觉得是你要在道德底线如果说你这个事儿你影响了别人，或者说你伤害了别人，我觉得这个事儿它是个错误的事儿你就不要去做。但如果说你这个事儿你是立福什么造福人民了但是他法律不允许，你也要去斟酌。因为
你不是那个特别者，你不是药神什么什么这个那的啊，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你要自己去寻的啊，而且也不是说我去给你定夺的啊，你做人做事，首先我不是你爹，不是你妈啊，不是你爹，不是你妈，我说的也不一定正确，我也没有必要让你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能明白吧？啊。考生考上重点大学，家长，家长跪求感谢你，那你牛逼啊，你挺好，你挺厉害的，活在你的自己的世界里就行，不用考虑别人眼光啊。你觉得你做的是对的，是对的啊。但如果说有一天那个你被抓了，你不要抱怨社会，你不要指着你的那个所谓的学生家长去为你求情啊。你说的是真，我说的也是真的呀，你试试你被抓了以后，有几个家长会为你求情呢？为你挨一刀，为你替你进去，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就可以，能明白吧？你觉得你做的对，可以了，我没有说你做的不对，我觉得你做的对，就对，但我想跟你说的一个是什么呢？什么你不是药神，我不是药神，就这种片子呀，它也是一个美好的，现实当中，你看看你那些学生家长有没有为你求情的？你看你家长有没有人，对吧？对吧？而且我觉得你胆儿也挺大，你在直播间里在这块说，你可能现在已经被人盯着了，因为现在的网友特别欠，直接去举报。如果说你这个事是真的话，直接举报你了，你胆儿挺大呀。我直播间里有好多欠灯，直接就查到你，然后举报你，你做这些事儿吧，你就稍微低调一点，或者说这个网管已经开始，就是网警，你现在已经盯住你了，小泥鳅翻不着，不怕，来，举报一波来，来，现在那个看他私信，然后那个看他那个抖音，吓唬吓他，做人做事你有点高调你，我怕你死得很惨，小泥鳅都能咬死你，一堆泥鳅都能咬死你，还挺骄傲的，不是说你做的不对你稍微低调一点，稍微低调一点，对你好，对他有点那个不害怕不害怕。我就说，就是有些孩子吧，我想问一下，就直播间里的有些孩子，你们现在有多少人在上学？上学的请扣1，来，现在直播间里上学的孩子请扣1，毕业了请扣2，来，上学的请扣1，毕业了请扣2那个蛋神是上学的，怪不得说话就是没脑子我就是那个蛋神吧，就是说话有点幼稚有点幼稚好，我们这些扣2的扣2的孩子们，想问一下，你们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你都没说过话，我在直播间里至少2-3个小时了，你没说过话，我没看见你吗？5000还有没有？5000还有没有？大家用千去表达，不到1万，你2000也是不到1万，1万多
2200，来，再说啊，不用怕别人笑话你啊，这也没什么笑话的啊，6000、2万，还有没有？还有没有？12000、2万，还有没有？啥？没啥。4000，还有没有？9000，还有没有？3000，还有没有？没了，好，大家的这个薪资水平不一样啊，不一样。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就是说你们现阶段如果说毕了业以后能攒钱，大家都攒一攒啊。就是你们毕了业，像就是说有一些达到8000、9000以上的啊，咱们能多攒一点就攒一点啊，就是就是因为现在啊，你要是那种大公司啊，还行。你像这种小公司啊，说倒就倒，大家要有储备，以应对这种就是突如其来的一个变故啊，别有多少钱花多少钱。我真心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就是现在啊，企业都不好做，特别是私企啊，说不定哪天你可能就被裁员了，或者说直接公司倒闭了。就是有的人说口罩的时候好多人失业了，其实我觉得比口罩更难熬的是口罩之后，因为口罩的时候啊，大家还没反应过来，但是想想口罩之后，大家就影响了2-3年，其实这段时间是最危险的。大家有钱吧，省着点花，对你们没有坏处啊。国企呢，国企你该倒也倒啊。我就这么说吧，现在所有的你无论什么企业，你都要赚钱，你都要赚外边的钱啊。国企有啥牛逼的？有一些国企它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国企啊，不是你们想象。因为现在所有，你就比如说那个银行啊，你牛什么牛？现在银行超级惨啊，超级惨。没有人贷款，没有人想贷款，因为大家不愿意买房买车了啊，所以贷款就办不下来了啊，所以大家能多存一点啊。而且就这几年呢，尽量大家也不要做生意啊，尽量不要做生意啊。如果说你真的你想体验一下，你是像我当时做生意的时候啊，我是赶着疫情我做的生意，我说实在的我也亏了不少，但是我没有后悔。为什么没有后悔呢？因为我当时我就想清楚了，就是说我人生这个阶段啊，我想体验一下实体老板，那我就去做，这个结果是我预料到的，我能承担的，那我就去做。千万不要觉得说现在环境不好，然后你想脱颖而出啊，你这个想法吧，也不能说完全不行，但属实有点危险啊，属实有点危险。能不做咱们就不做，安心的守好自己的工作啊。但是如果说你3000、2000的啊，什么4000、5000的啊，你可以再换工作吧，啊，再换换。如果你的能力差不多的话，你换一换，不够，这点钱不够。像3000、2000啥呀？我一开始你知道，我觉得电商啊，这2年应该电商没受影响，电商应该挺赚钱的。结果现在身边好多做电商的孩子都跟我说，老板啊，电商的老板、供应商都跟我说赔得一塌糊涂
电商的老板赔得一塌糊涂。那我们看到电商是一片繁荣啊，但是实际上他们说把利润压到不行。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之前我卖粉丝的衣服啊，就是我之前我不是芝麻的时候不是卖过很多衣服嘛，大概是149一件。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大概的衣服基本上都这个价啊，所以我卖149。但你看今年我卖衣服我卖不到149，为什么？因为我得有良心。为什么我不卖149？所有人都在带货带衣服啊，60块钱2件，992件，35一件，就这个价钱。我这个时候卖149，人家不得骂死我？因为大家都在，对吧？都在这个价格徘徊着。你上149，你的衣服你是干嘛了你？啊？所以就是我也不敢卖那么贵，所以这就是我不卖衣服了。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不是想做衣服卖给大家吗？后来我寻思卖个69一件，我说实在的啊，你像我们原创品牌的话，成本就在40-50，我卖69，我还压着货，没必要啊，能明白吧？就现在的衣服啊，你就是像我们这种原创品牌，成本大概是在50，我卖69赚19块钱，19块钱我要面临着什么？我要面临着说包装，面临着什么？面临着推广，面临着什么？面临着什么？快递费啊，就是那个邮费。面临着什么？面临着压货。我们50块钱大概就是我们得存1000件衣服，我们才能到50块钱。啊，是凯叔吧？是你。所以这就是我不敢干的一个缘故。存1000件衣服，1000块钱，然后成本是在1000件衣服成本是在这个50，那我就得5万块钱。我一件衣服是5万块钱，如果说我这出了10个款，那是多少钱？50万。我压货压了50万，我敢去做吗？因为我们是原创，它不是带货，就不是带货，对吧？万一砸手里，你不一定说砸手里，但是你一下你拿出这么多钱做一件事儿，是不是有点狂啊？现在谁有这个狂劲儿啊？说我拿50万就做一件事情，有点狂啊！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曾经我答应大家我答应大家说我做那个我自己的品牌，我后期没去做了有的人说那你少做一点不行吗？那你想想，衣服有好多个码，XL 码、L 码这个什么 M 码、S 码、XXXL 码、XXXL 码，你想想咱们这个我的粉丝群体，有那种干瘪猴，有那种小土豆，还有那种河马、大象、长颈鹿。你说我得做多少个号？起码我得8个号我起码做衣服我就得做8个号。河马就是最大的号，得5XL。长颈鹿就是那种特别高瘦的。我至少得做8个号，这8个号我还不分颜色。如果说这个8个号我要分成2个颜色的话，这就是16款。
16款，1000块钱平均下去，没有计算机，就这样。你的粉丝有正常人类吗？我的粉丝就是身材高矮不一定，对。而且你有很大的一个风险，就是你可能你做这个号卖不出去，因为你的这一阶段的粉丝可能粉了别人，就帮带货。帮带货，我说实在的，帮带货我就看了一下他们那个货源，老丑了，就帮带货的那个货源老丑了，而且我看那个评论区里边，这个面料不好，那个就是怎么样的，我就说，哎呦，我说你都做不到面料这个事儿，我带货不得挨骂吗？你比如说，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关注我，又同时，有多少人关注我，又同时关注朱快乐。朱快乐你们知道吧？朱快乐就是有人同时关注我和朱快乐。朱快乐他现在就是一直在那个就是抖音里带货。我觉得他带的货真的是好丑，我很喜欢朱快乐，但他带的货好丑，一瞅就是那种就是大概就没有什么有品位的人会买的那种，所以看到那种货源我也穿不出去。就有这种干干净净的，然后这种就是时尚的这种剪裁的，可以联系我。你千万不要这块给我整个卡通，那块给我整个卡通，就这种款我带不了，太丑了。而且你知道，你只要有款式就会有撞衫，你就简简单单然后剪裁稍微立体一点，然后面料你怎么洗不缩水不起褶，尽量是那种面料不起褶的我能带，因为我也讨厌熨衣服，那种衣服你说你洗完了跟个粑粑戒指似的，你说我怎么带，对吧？你洗完了你就是那个缩水了，我怎么带？我带不了你要是能满足这几种情况的，基本上都是单价都是在70多以上的，但是70多又有多少人能买？你们能懂不？所以就是那些50多、30多的那种款穿个几回估计你就想扔掉什么玩意儿不行。而且你说他卖30多，他的成本是多少？如果说成本很低的话，质量能保证吗？为什么我们做一件衣服要50多？因为我们是刺绣，我们的面料都是那种就是防褶，然后什么那个防掉色什么那个防变形，你就这种面料加起来都得个30-40吧，30-40你还得有外包装，你还得有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麻烦死了。行了，我去吃日料了。防火防盗。你们对衣服的追求不高，你像我99优衣库，怎么穿我都喜欢，不变形不变色不掉色这种就行。哈尼山仔龙二家的，优衣库是龙二家的。
又出去吃饭了，出去吃饭，拜拜吧。龙二的衣服在圈内偏高端，所以我就说呀，龙二的衣服我觉得卖的挺便宜的啊，70-80块钱，完了在你们眼里是高端了，因为价格它比较高端。但我们说做一件衣服卖这个70-80不高啊，我不说了吗？成本就是在50块钱左右，你卖80高吗？我们承担了多大的风险？压货的风险。所以就是有人会觉得说高了100多高吗？100多高吗？他短袖能卖到100多，我怎么不信呢？他跟那不是短袖吗？啊，我就不相信他短袖能卖100多。他要卖100多，我都去骂他。啊，卖79，对，也就是70-80嘛。所以就这个价格在你们眼里算高端了。啊，你说圈上的衣服，我不知道你在表达什么啊，不知道你在表达什么。70-80算高端了，那些奢侈品到底谁在买啊？你说这衣服这个行业还有的做吗？70-80算高端，一件衣服我挣不上20块钱，然后我承担压货的风险。一件衣服我挣不上20块钱，我做它干嘛？你们能懂吗？一件衣服赚不到20块钱，我成批量的去做它，我有没有必要？29.9块3件，有那种啊，有那种，但是你质量你就别想保证，因为它那种吧29.9块3件在哪儿啊？我也想买。那还能穿吗？那不得夸夸掉色呀！29.9块3件，我天！妈，你去那个超市买麻布，对啊，那不得变自己捏过的。行了，我不播，下播了。所以我这衣服难做。如果说某一天我带衣服带这个货了啊，你们要发现这个质量不好的话，别骂我，因为你们买的就是便宜货啊，真的，这衣服我觉得，哎呀，20多块钱一件的，别要求太多了，人家也得赚钱。